周五，美国情报部门操刀的所谓新冠病毒溯源调查报告发布公开摘要。报告对新冠病毒起源没有得出定论，但仍然不忘继续甩锅中国，将溯源无果归咎于所谓中国阻挠国际专家搜集关键资料。这份报告没有得出美国政府想要的结果，也没有任何新的结论。但毫无疑问，其实质就是将矛头对准中国，先预设罪名，再罗织证据的定向溯源。在费力炮制了90天后，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当地时间周五发布所谓新冠病毒溯源调查报告摘要，认为目前新冠病毒源自自然界和实验室泄露的两种可能性都不能排除，同时污蔑中方阻挠国际调查，拒绝共享信息，并指责他国。同日，美国白宫就新冠病毒溯源调查发布声明，妄称中方阻挠溯源工作的国际调查缺乏透明度，企图纠集有关伙伴方对中方施压。国家卫健委副主任曾益新就美国情报部门发布新冠病毒溯源调查摘要表示，由美国的情报部门而不是专业医学机构来发布溯源调查报告，这本身就很具讽刺意味。是谁在将溯源问题政治化，也就一目了然。新冠病毒溯源是一个科学问题，中国政府从疫情发生以来一直支持科学开展新冠病毒溯源，但反对将溯源工作政治化，反对将溯源工作作为甩锅的工具。曾益新强调，新冠病毒溯源是一个复杂的科学问题，应该也只能由全球科学家合作开展研究。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周六就美国情报部门发布溯源调查报告发表谈话。他指出，美国情报部门炮制的所谓溯源问题调查报告是一份彻头彻尾的政治报告、虚假报告，毫无科学性和可信度。美方还发表声明，对中国进行污蔑攻击。中方表示坚决反对，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新冠病毒溯源是一个复杂的科学问题，应该也只能由全球科学家合作开展研究。但美国罔顾科学和事实，执迷于政治操弄和情报溯源，他们的目的就是借溯源问题向中国甩锅推责，散播政治病毒。美国动用情报部门搞溯源，本身就是将溯源问题政治化的铁证。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在一份声明中也强调，美方声称中方不透明，这完全是为其推动政治化、污名化寻找借口。同时，使馆也提醒广大在美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警惕针对亚裔的歧视和暴力。3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发布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报告认为，新冠病毒比较可能至非常可能经中间宿主传人，可能至比较可能直接传人，可能通过冷链食品传人，极不可能通过实验室传人。但美国却无视世卫组织的科学论断。美国总统拜登执意下令让情报机构炮制并提交新冠病毒溯源报告。本月24号提交报告90天期限已到，27日，这一所谓新冠病毒溯源调查报告摘要正式公布。尽管这份报告要点没有公布任何关于溯源的证据，但不出所料的是，美情报部门依然强调新冠病毒源自自然界和实验室泄露的假设都是合理的。这份由美国18个情报机构共同完成的报告宣称，在病毒起源的问题上，有4家调查机构和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都认为可能的解释是源自自然界，1家调查机构支持所谓实验室泄露论，还有3家机构无法得出分析结论。报道中唯一达成共识的是，新冠病毒并非是作为生物武器被开发的。此外，这些情报机构认为，中国政府在新冠疫情爆发前并没有预知该病毒的存在，不过还是将部分锅扣在了中国身上。报告宣称，如果没有来自中国的新信息，比如临床样本和早期病例的流行病学数据，分析人员将无法提供更明确的解释。美方声称，要得出新冠病毒起源的结论性评估，最有可能需要中国的合作，但中国一直在阻碍全球调查，拒绝分享信息，并指责其他国家。我觉得可以用8个字来形容这个报告吧。这个报告的结论基本上就是说，矫揉造作，然后是无事生非啊。基本的现实就是拜登政府找不到任何可以证实其所谓实验室泄露论的证据。所以说，这是一个对拜登政府溯源这个操作的一个重大打击啊。那么，充分说明了拜登政府是试图将这个调查与他的对华政策捆绑在一起啊，通过溯源来打击中国的这样一个居心。
在这份报告摘要发布后，多家美国媒体的相关报道均提到，美情报机构在新冠起源上存在分歧。美国 CNBC 网站等还在标题中强调，报告中没有提供任何高可信度的结论。有分析称，这份报告凸显出美方的底气不足，因为报告没有得出美国政府想要的结果，也没有任何新的结论。也有观察提醒，基于新冠溯源问题，美国将对中国持续发起政治战，持续炒作溯源调查，可消耗中方外交资源，增加美对华要价筹码，对冲中国影响力。新加坡联合早报的分析认为，由于美情报机构无法对病毒起源得出确切结论，拜登政府已意识到在该问题上继续纠缠没有更多好处，但不会放弃这张牌。这个报告里也提到了，因为他认为中国政府存在很多隐瞒信息的行为，所以说使得他没有办法进行充分的调查，所以他可能还会继续去推动世卫组织第2阶段的这个溯源调查啊，他继续会去渲染这个实验室泄露论，渲染中国政府隐瞒真相论等等这一系列的这样一个言论，所以来以此来抹黑中国的形象。相关话题来连线推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针对美国的新冠溯源报告，中国驻美大使馆发出1600字长篇声明，说那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您是如何解读？梅西你好，拜登政府抛出的新冠溯源报告没有提出任何新的科学依据，这个结论呢和特朗普政府推出的报告没什么两样。那么这也难怪，由情报机关而不是科学机构来调查新冠起源，本来呢就是政治化运作，而不是科学研究。所以呢，中国驻美大使馆说呀，那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拜登政府之所以搞所谓新冠溯源，是为了甩锅，想制造出这个病毒实验室泄露说，从而呢把美国抗疫防疫不力的这个责任栽赃给中国，甚至影响到生化武器，要推翻世卫组织病毒人造说极不可能的结论。现在呢，他们的所谓溯源报告，其实呢与他们想要达到的政治目的是越来越远。溯源报告说，病毒并非被作为生化武器开发，病毒呢也不是来自基因工程。新冠病毒爆发以前，中国官员呢事先不知道这种病毒。那么这些呢，从另外一个侧面呢，显现出美国溯源新冠的败局和荒谬。最后呢，只能是用这个中国不公开相关的资料来搪塞。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呢，进一步开足火力抨击美国的新冠溯源报告是一份彻头彻尾的政治报告、虚假报告，毫无科学性和可信度。他说呢，中国已经向美方提出了严正的交涉。美国总统拜登仍唱高调，说要和伙伴们一起向中国施压，敦促世卫组织进行第2阶段新冠溯源调查。但也有观点认为，经过90天的挣扎，拜登已经在政治溯源这个问题上碰壁，接下来有所收敛。那您觉得美国会就此罢休吗？是的，我认为啊，这个美国甩锅甩不成，自讨没趣，会选择洗洗睡法。即便呢是情报机关编造的调查报告，其中呢也说明了这个新冠病毒并非生化武器，并非基因工程，并非中国有意为之。这呢是变相的承认病毒来自自然界，只是现在呢还搞不清楚怎么传到人身上的。拜登所谓的要和伙伴们一起向中国施压，要中国呢进一步的开放相关资料，也是为自己的鲁莽搪塞，这个显得呢不是面子。这呢和美国撤退阿富汗的伎俩是一样的，这话呢说得很牛，但是呢他是做不到的。而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中国为这个病毒政治化上了锁。针对美国政治化的这个新冠溯源，中国发起了反制，要求调查美军基地这个德特里克堡和这个北卡罗来纳大学。那么那里呢长期从事冠状病毒的研究改造。2019年呢还发生过严重的安全事故，并且呢被关停。随后呢，美国国内也爆发与新冠这个肺炎这个症状呢相似的疾病。那么好，要继续的溯源新冠，那么该轮到美国呢开放病毒实验室了。美国呢，你能让世卫组织的科学家进去调查吗？这一句呢把美国给僵住了。既然你美国倡导进行这个开放的新冠溯源，查证是不是实验室泄露，那你美国呢不能把自己的实验室的大门关得死死的。我个人的看法是，这一轮交手以后这个美国新冠溯源政治化呢将翻篇，不排除呢有美国官员继续说三道四，
但是呢，再启动什么调查，估计呢是没戏可唱了。好的，也谢谢陈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你的观点，谢谢。美海军基德号导弹驱逐舰、海岸警卫队门罗号炮舰周五高调穿越台湾海峡，并大肆炒作。这已经是美国总统拜登上台以来美舰第8次过航台湾海峡，而且还是首次组织双舰编队穿航。败退阿富汗之际，美军此时还敢以如此嚣张气焰搅局台海，底气究竟从何而来？外界注意到，解放军近期在各个海域同时进行实弹演练，这是一种常见的安排吗？又向外传递怎样的信号？来看看报道。据美国防务新闻报道，随着布什号航母整修完毕，福特号航母完成全舰冲击试验等一系列最新动态，美国海军即将熬过艰难的航母空窗期，足以满足五角大楼对全球性航母存在的需求。换句话说，在因为各种原因沉寂数年之后，美国航母自以为在全球到处耀武扬威的好日子似乎回来了。经过30个月的维修，布什号航母周4出海试航，而在他离开诺福克海军造船厂之前，艾森豪威尔号已经停在他身旁准备升级。很快，布什号将与杜鲁门号航母共同担负海上威慑任务。同时，最新型福特号航母完成全舰冲击试验后，正在船厂维修，预计将在明年春季出海。美国《星条旗报》称，美国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近20年来即将首次访问横须贺。这艘号称史上最强的航母刚完成升级整修，它混合使用第4代和第5代战斗机，并携带有数量较以往更多的 EA-18G 咆哮者电子攻击机和 E-2D 先进鹰眼预警机。报道称，卡尔文森号上次进驻横须贺还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为填补小鹰号航母赴中东参战而留下的空缺。与此同时，随着美国在阿富汗的撤军行动进入尾声，停留在中东海域的里根号航母也将在完成支援任务后重返西太平洋地区。这意味着美国很可能在中国周边保持双航母战斗群。美军现在日本的一条航母，同时加上英国开过来的一条常规航母，有可能在横须贺实现会合。但问题是，现在美国海军在日本的后勤支援能力是否能够支撑这么大的一个航母打击群，我是迟疑的。至于说未来美国新增航母过来，我觉得也不大可能长期部署。一句话，美国现在派再多的航母到远东来滋事，都改变不了这一片区域里面它无法独享军事霸权的一个态势。而即将抵达西太平洋的美国航母还不止于此。当前停靠在圣迭戈的林肯号航母，刚刚于8月17日更换了全球首位女性航母舰长艾米·鲍恩施密特上校。美国海军时报称，林肯号航母是首批改装 F-35C 隐形战斗机的美国航母之一，它已准备好在今年年底前载着这种全球最先进的舰载机前往亚太。同样部署于太平洋方向的尼米兹号航母已于5月10号在普吉特湾海军造船厂开始为期6个月的短期升级。按照计划，它将在年底前后具备出海能力。防务新闻称，届时美国航母将恢复全速运转状态，7艘航母大都处于刚完成维护和升级的良好状态，仅有艾森豪威尔号和罗斯福号在升级，斯坦尼斯号与华盛顿号在更换燃料。相比此前美国海军在航母空窗期的捉襟见肘，这简直是天壤之别。过去数年间，由于航母维护和新冠疫情影响，美国海军尽管采用了超机部署、双泵部署等各种异乎寻常的做法，但仍多次在亚太地区出现零航母的情况。今年3月，美国在全球范围内也只剩下罗斯福号和艾森豪威尔号2艘航母可供调遣。眼看就要摆脱这种憋屈日子的美国海军，显然想对中国耀武扬威一把。但这真的就会给中国带来压力吗？据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周六发表的声明，就在美国双舰过航台湾海峡时，东部战区组织兵力对美舰行动全程跟监警戒。紧接着，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施毅发布消息称，在美舰过航台海当天，东部战区多军种力量在东海海空域实施联合警巡，并开展联合对海突击等训练。根据介绍，东部战区出动作战舰艇、歼轰机、歼击机等多军种力
力量，在东海当面海空域实施联合警巡，并开展联合对海突击等科目训练。有关行动旨在提高战区部队一体化联合作战能力。战区将根据周边局势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需要常态组织。8月17日，东部战区也曾发布消息指，东部战区出动作战舰艇、反潜机、歼击机等多军种力量，在台岛西南、东南等周边海空域组织联合火力突击等实兵演练。释义明确指出，演练是根据当前台海安全形势和维护国家主权需要采取的必要行动，是对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势力挑衅的严正回应。外界注意到，近期海事局发布多条航行警告，显示解放军在3大海域的多处区域实行实弹射击。其中，广东海事局的航行警告显示，周3南海南澳附近海域有实弹射击演练。烟台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称，渤海海峡、长岛海域周3进行实弹射击训练，禁止船只驶入训练射击区域。而丹东海事局的航行警告显示，黄海北部、大陆岛自周20时至周4 24时，在4点连线范围内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有分析指，解放军在南海、渤海、东海3大海域几乎同时展开演练，是有意向近期针对中国海上和空中方向的军事挑衅行为发出警告。此外，火箭军方面也有所行动。在台媒曝光台军方量产导弹计划的同时，据央视新闻报道，火箭军常规导弹第1旅近日在西北大漠成功发射2枚新型导弹，精准命中几百公里外的多重防护阵地目标。报道还透露，火箭军常规导弹第1旅克服了恶劣自然条件和复杂电磁干扰，发射的导弹有效瘫毁蓝军防御体系关键信息节点。央视的报道中就提到，新型导弹成功拓展了火箭军新制弹头种类。